只听得说魏二爷霸占着戏子，人家来和老爷要，为这个打的。也为这个，还有别的缘故？别的缘故，实在是不知道了。我今儿在太太跟前，大胆说句不知好歹的话，论理，只管说便是。太太别生气，我就说了。我有什么生气的？你便说就是了。论理，我们二爷也须得老爷教训2顿。若老爷再不管，将来还不知道要做出什么事情来呢。阿弥陀佛，我的儿，亏了你也明白，这话和我的心一样。我何尝不知道管儿子？先使你朱大爷在，我是怎么样管他？难道如今我却不知管儿子了？只是有个缘故。如今我想，我也50、60的人了，通共只剩他一个，他身子又单弱，况且老太太宝贝似的，若管紧了他，倘或他再有个好歹，或是老太太气坏了，那时上下不安，岂不到坏了？所以就纵坏了他。我常常掰着口儿，劝一阵，说一阵，气得哭一阵，骂一阵，彼时他好，过会儿还是不相干，端着吃了亏才罢了。若打坏了，将来我靠哪一个？二爷是太太养的，岂不心疼？便是我们做下人的，服侍一场，大家落个平安，也算是造化了。这样起来，连平安都不能了。哪一日哪一时，我不劝二爷，只是再劝不听，偏生那些人又肯亲近他，也怨不得他这样。总是我们劝的倒不好。今儿太太提起这话来，我还记挂着一件事，每要来回太太，讨太太个主意。只是我又怕太太起疑心，不但我的话白说了，岂连葬身之地都没了。有什么话你只管说。近来我因听见众人背前背后都夸你，我只说你不过是在宝玉身上留心，或者众人跟前和气，这些小意思好，所以将你和老姨娘一体行事。谁知你刚才说的话全是大道理，和我的想头一样。有什么你就只管说什么，只是别叫别人知道就是了。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说，只是怎么想个法儿，以后竟还是叫二爷搬出园外来住就好了。宝玉难道又和谁作怪了不成？太太别多心，并没有这话，只是我的小见识罢了。二爷如今大了，里头的姑娘也大了，况且林姑娘、宝姑娘又是2姨姑表姊妹，虽说是姊妹们，到底是男女之分，日夜一处起坐不方便，由不得叫人悬心，便是外人看着也不像。一家子的事，俗语说没事常思有事，这世上多少无头脑的事，多半因为无心中做出，有心人看见，当作有心事，反说坏了。只是预先不防着，断然不好。二爷素日的性格，太太是知道的，他又偏好在我们队里闹，倘或不防，前后做错一点半点，不论真假，人多口杂，这些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的？心顺了，说得比菩萨还好；心不顺，
贬得连畜生都不如。二爷将来倘或有人说好，不过大家直过没事。若要叫人说出一个不好字来，我们不用说，粉身碎骨，罪有万重。可这都是小事。可将来二爷一生的声名品行岂不完了？二则太太也难见老爷。俗语又说，君子防不然，不如这会子防避的为是。太太事情多，一时固然想不到。我们想不到则可，既想到了，若不回明太太，罪越重了。近来我为这事日夜悬心，又不好说于人，唯有灯知道罢了。我的儿，你竟有这个心胸，想得这样周全，我何曾又没有想到这里，只是这几次有事就忘了。你今天这番话提醒了我，难为你成全我俩人两个深明体面。我真正没想到你竟这样的好，你且去吧，我自有道理。只是还有一句话，你今儿既说了这样的话，我就把它交给你了。好歹留心，保全了他，就是保全了我，我自不会辜负你。既这么着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那边也离不得，我先回去了。且说凤姐一阵风似的走后，宝玉这里疼得好些了，无奈还是下不了床。想起林黛玉来探望，如同梦中，又自纳闷起来，便想试探究竟是真是假。哎，你到林姑娘那儿看看她做什么呢？她要是问起我来，你就说我好了啊。白眉赤眼的去做什么呢？倒是说个话吧，也像个事儿啊。没什么可说的。若不然，或是取件东西，或是送件东西，不然我去了怎么搭讪呢？哎，你把那锦盒拿来。打开它，你就告诉他，我叫你把这个手帕子送给他。这又奇了，他能要这半新不就2块帕子？他又要恼了，说你打趣他。你就把这个送给他吧，他自然会明白的。姑娘已经睡下了。宝二爷让我送东西来呢。谁呀？进来吧。谁呀？晴雯。做什么？二爷叫我送手帕子来给姑娘。做什么？送手帕子来给我？这帕子是谁送给他的？必是上好的吧？你叫他拿回去送给别人吧，我这会子用不着这个。不是别人送的，只是家常旧的。放下吧。
这里，林黛玉体贴出手帕的意思来，不觉神魂驰荡。宝玉这番苦心，能领会我这番苦意，又令我可喜。我这番苦意，不知将来如何，又令我可悲。忽然好好的送2块旧帕子来，若不是领我深意，单看了这帕子，又令我可笑。再想令人思乡传递于我，又可惧。我自己每每好哭，想来也无味，又令我可愧。眼空蓄泪，泪空垂，暗洒闲抛，却为谁？持拂娇绡，劳解赠，叫人焉得不伤悲？抛珠滚月指头山，正热柔心，正热弦。枕上袖边难否是？任它点点雨般般。彩线难收面上珠，湘江旧迹已模糊。窗前亦有千竿柘，不识香痕自野薄。姑娘，该吃药去了，开水又冷了。你到底要怎样？只是催，我吃不吃药与你什么相干？咳嗽才好了些，这会子又不吃药了。如今虽是5月里天气热，到底也该还注意这些。大清早起，在这个潮地方又待了半日，也该回去歇歇了。你这么说，方觉得腿有点酸了。姑娘，回吧。黛玉回到潇湘馆，想到刚才自立于花荫下，远远看到怡红院花花簇簇一群人都进了院去，不觉得点头，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处。哎，作死的，又伤了我一头乌龟。雪雁，快下帘子，姑娘来了。隔天的食水不曾。农间草花人小吃，3年草农是水谁？试看春蚕花渐落，便是红颜老死时。一朝春尽红颜老，换个人亡了不知。这都是素玉姑娘念的，倒难为她怎么记得了。姑娘，进屋吃药吧。紫娟，你把她的架子摘下来，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钩上。啊，知道了。再往上，再往上，再往上一点。哎，舒服。姨太太来了。老太太，姑妈，哎，宝玉今儿个可好些了？好多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疼了。好了好了。我的儿，想什么吃，回来给你送过来。哎，也不想吃什么，就是上一回做的那个小荷叶小莲蓬汤，还好一些。快听听，口味不算高贵，
只是太磨牙了。快传话厨房，叫人快做了送来。老祖宗别急，等我想一想，这4副汤模子谁收着呢？厨房上回都交上来了，多半呀是在茶房里。风儿，你快去取去。是。究竟是什么惊喜东西？还有模子？过一时送了来，姑妈便知道了。也不知宝玉今儿如何就巴巴的想这个吃了。林黛玉抬起头来，看到院子满地下只有竹影参差，苔痕浓淡，不觉得伤感起来，想起《西厢记》中的2句：幽僻处，可有人行？幽闭处，可有人行？幽闭处，可有人行？点苍苔，白露零零。点苍苔，白花红杨杨。这原是《西厢记》中丫鬟红娘请张生与他家小姐崔莺莺会面时的唱词，却与我这潇湘馆内此刻景致何其相似啊！哎呀，你们府上也真是想得绝。喝碗汤也要这些样子。若是你们不说呀，我还真不认得这是做什么用的。姑妈哪里晓得，这是旧年备膳他们想的法儿，不知弄什么面印出来，借点新荷叶的清香，全唱着好汤。那次啊，还成样的做了一回，究竟没什么意思，谁家常吃它呢？传我的话，吩咐厨房立刻拿几只鸡，另外添了东西，做出10来碗来。要这么些做什么？有个缘故，这宗东西家常不大做，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，单做给他吃，老太太、姑妈、太太都不吃，似乎不大好。不如借势弄些大家吃，托来连我也沾沾光。这猴把你乖的，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。这可不相干，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得起。说给厨房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，在我的账上来领银子。我来了这么几年，留神看起来，凤丫头凭她怎么巧，再巧不过老太太去呢。我如今老了，哪里还巧什么？当日我像凤哥这么大年纪，比他还来得呢。他虽说如今比不上我们，也就算是好的了，比你姨娘强远了。你姨娘可怜见的，不大说话，和木头似的，在公婆跟前儿就不大显好。凤哥嘴乖，怎么怨得人疼他？那若这么说，不大说话的就不疼了？不大说话的，又有不大说话的可疼之处；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，倒不如不说话的好。这就是了。我说呀，这大嫂子还不大说话呢，老太太也是拿凤姐姐一样的看待。若单说会说话的可疼，这些姊妹里呀，也只有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。提起她们姊妹们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万真，从我们家4个女孩算起，全不如宝丫头。老太太，您这话可说偏了。老太太时常背地里和我说宝丫头好，这倒不是假话。回老太太，外面厨房传饭了，请老太太试下好在哪里吃的。我回房吃去。金陵风波带夜叉山，是江日是天明开，是
有笔处，可有人行？点苍苔，白花红杨杨。之人矣。然你虽命薄，尚有双母若弟。今日林黛玉之命薄，一病连双母若弟俱无。古人云：佳人命薄，然我又非佳人，却为何命薄胜于莺莺？咱快点走，宝玉还等着喝汤呢。怎么想起喝这个，还要我们给他送？拿来吧，给我吧。走吧。有笔处，可有人行？点苍苔，白花红杨杨。有笔处，可有人行？点苍苔，白花红杨杨。学得倒快。姑娘，把药喝了吧。姑娘，好好的又哭什么？哼，都是你教的。我何曾哭了？与他何干？你骂他做什么？喝一莲蓬汤。是婴儿和玉串儿。金簪子掉在下作的小这仓库。嘴上呀，玉串儿，香精烟气。把你妈叫来。这鬼子可吃不吃呀，宝二爷？是太太叫你来的吗？啊，你吃过饭了吗？来，婴儿坐。走，咱们到外间喝茶去。哎呀，你母亲身体可好啊？你母亲身体可好啊？好。
是谁叫你给我送过来的？不过是奶奶太太们。哦，二爷，好吃饭了。你们先去外间候着，过一会儿我自然会叫你们的。是。好姐姐，你能不能把汤拿来与我尝尝？我从不会喂人东西，你要吃，等袭人来。我又不是叫你来喂我，我因为走不动了。你如果递与我吃，也好赶早回去交代了，也好吃饭呀。若是因为我耽误了时候，岂不饿坏了你了？你如果懒得动我少不得就忍着疼下去取来。躺下吧。哪是里造了来的业，这会儿子现世现报，叫我哪个眼睛看得上？你要生气就只管在这儿生吧。回去见了老太太和太太，可要放和气些。若是还是这样，你就该挨骂了。吃吧吃吧，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，我可不信这样的话。不好吃，不吃了。阿弥陀佛，这还不好吃？什么好吃呀？这一点味儿也没有。不信你自己尝尝就知道了。嘿嘿，这可好吃了。原来你哄我呢！你既说不好吃，现在说好吃也不给你吃了。好姐姐。好姐姐，别呀！就这一口，就一口，求你了！麝月，你快过来看呀！你叫他做什么呀？打发你吃饭呀！傅二爷家的2个嬷嬷来请安，来见二爷。这会子来做什么呀？就说我睡午觉呢，打发他们去吧。是。人家好意来看你，怎么不见？素习我最厌这种云南蠢女了。嬷嬷们已经来了，就在门外候着呢。罢了，叫他们进来吧。是。怎么又见了？听说他们家傅秋芳傅姑娘是个佳人，若不命他们进来，恐驳了这傅姑娘。我们给二爷请安来了。你们家二爷可好啊？我们家二爷新近生了通判，正要来府上请老爷过府吃酒去呢。可巧今个有事情给办住了，又闻听宝二爷病了，便先打发我们2个过来望一望二爷的。我们二爷常说呢，当初做老爷门生的时候，老爷着实的看待，与别个不同。近年来也多得府上的服侍，才有今日，所以时常念恩，一刻也不敢忘呢。那恭喜你们家二爷了。你们家姑娘可好啊？哟，我们家傅姑娘那可是才貌双全的。怎么了？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烫着你没有？烫着你哪儿了？疼不疼啊？你自己烫着，只管问我。你烫哪儿了？快来烫上钩子来！怪道说他们家宝玉外向好，里头糊涂，中看不中吃的，果然是有点呆气。你说他这个手烫了吧，看看人家疼不疼？你说这不是呆呀？前我刚回来的时候念他家里许多人在抱怨，他轮得像个落汤鸡似的，反而告诉别人下雨了，快避雨去吧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时常无人在跟前他就自哭自笑的。看见燕子就跟燕子讲话，看见河里的鱼就跟鱼在讲话，一
刚性也没有，连那些毛丫头的气呀，她都受的。爱惜东西啊，连个线头都是好的，糟蹋起来啊，哪怕值千值万的，她都不管了。那要没有什么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别呀！方才只顾说话，就忘了你。烦你来也不为别的，却为了替我打几根烙子吧。装什么的烙子？不管装什么的，你都每样打几根吧。这还了得！要这样，10年也打不完了。哎呀，好姐姐，你闲着也没事儿，不如都替我打了吧。哪里一时都能打得完？如今紧要紧的打2个吧。哎，我去取线来。太太，送去宝玉的汤都吃了，他这会儿是怎么样？好些了。去吧。是。自从玉钏的姐姐死了，太太房里就少了一个人。太太或看准哪个丫头好，就说一声，下个月好发月钱的。依我说，什么是例？必定4个5个的，够使就罢了。论理，太太说的也是，这原是旧例了。赵姨娘房里还有2个呢，太太倒不安理了。况且这省下1两银子，用处也是有限的。罢了，竟不用补人，就把这1两银子给他妹妹玉钏吧。他姐姐服侍了我一场，没个好结果。如今他妹妹跟着我，吃个双份子也不为过矣了。谢谢太太，谢太太恩典。你10几岁了？16了。你本姓是什么？姓黄。这个名姓倒对了，果然是个黄莺儿。我的名字本来是2个字，叫做金英，姑娘嫌拗口，就单叫了莺儿，如今就叫开了。宝姐姐也算疼你。哎，明儿宝姐姐出阁，少不了是你跟去喽。我啊，常和袭人说，明儿不知哪个有福的，就销售你们主子和奴才2个呢。你还不知道，我们姑娘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呢，模样还在次。好处在哪里？好姐姐，你仔细讲给我听啊。她呀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又告诉她去。哎呀，这是自然的。她呀，怎么这样静悄悄的？宝姐姐来了，快坐。打什么呢？打山套呢。打这种落扇子焊金子的有什么趣儿？还不如打个烙子，把玉落上呢。哎，都是姐姐说的事，我竟忘了。这是配什么颜色好呢？若用杂色，断然使不得。大红又泛了色，黄的又不起眼，黑的又过暗，倒不如把那金线拿来，配着黑珠线，一根一根捻上，打成烙子，这才好看。袭人，快取金线来！我正要问你啊，如今府里几位姨娘的月例是多少啊？那是定例，每人2两，赵姨娘与环兄弟的2两，共4两，另外4串钱。都按数给他们了？怎么能不按数给呢？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，
说短了一吊钱，是什么缘故啊？姨娘们的丫头月里原是人各一吊，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，姨娘们每位丫头的份例减半，人各500钱，每位2个丫头，所以就短了一吊钱了。这也抱怨不得我呀，我倒是乐得给他们呢。他们外头扣了，难道我这儿能添上不成？这事儿啊，我不过是接手，怎么来怎么去，由不得我做主。我倒是说了2、3回，人就添上这2份的。他们说只有这个项数，叫我也难再说了。如今在我手上，每个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呢。先是在外头关，哪个月不打饥荒？何时曾顺顺溜溜的过一遭？太太，凤姐姐，妹妹吃过了吗？吃过了，坐。这老太太屋里有几个1两的丫头啊？8个，如今是7个，那个是袭人。这就是了。你宝兄弟屋里也没有1两的丫头，袭人还是老太太房里的人。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，不过给宝兄弟使罢了。他这1两银子啊，还是要从老太太房里的丫头的份例上领。如今说，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，裁了这1两银子，断然使不得。若是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，这个倒还是可以裁她的。若是不裁她的，须得给环兄弟屋里也再添上一个，才公道均匀。如今就是麝月、晴雯这7个大丫头，每月人各月钱1吊；佳慧等8个小丫头，每月人各月钱500。这还是老太太的事下呢，别人如何能恼得气的？哎呀，只听这凤丫头的嘴呀，倒像倒了核桃车子的。只听她账也清楚，理也公道。姑妈，难道我说错了不成？哎呀，说的何尝错呀？只是你慢些说，岂不省力？明儿啊，挑一个好丫头送去老太太使，补袭人的缺，把袭人的这份裁了，把我的每月月例20两银子里拿出2两银子1吊钱给袭人。以后凡是姨娘们有的，也有袭人的，只是袭人的这一份从我的份例上匀出来，不必动用关中的就是了。姑妈可都听见了，素日我说的话如何？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了吧？其实啊，早该如此。袭人的模样自然不用说，只说她的那个行事大方，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，这一点啊，实在难得。你们哪里知道，袭人那孩子的好处，比我的宝玉啊强上10倍呢。宝玉果真是有造化的，能够得到他长长远远服侍他一辈子，也就罢了。既这样就开了脸，明放他在屋里岂不好？那样就不好了。一则都年轻，二则老爷也不许，三则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，纵有放纵的事，倒还肯听他的劝。若是做了跟前人，袭人该劝的也不敢10分的劝了。且混着，等再过2、3年再说。走。奶奶今儿回什么事儿啊？这半天可是要热着了。哟，这里的过门风倒是凉快啊，吹一吹再走。你们说我回来这半日的话，太太把200年头里的事儿都想起来问我了，难道我不说吗？从今以后啊，我可要干几样刻毒的事儿了，抱怨给太太听，我也不怕的。糊涂又迷了心，烂了舌头，不知好歹的下作东西，别做这样的春梦了。明儿一股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。
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，也不想想是奴家，也配使2、3个丫头。哼，走吧。这一日，在王夫人房里吃篦西瓜，又说了一回闲话。宝钗约黛玉往藕香榭去，黛玉却推说洗澡，便各自散了。宝钗独自醒来，顺路进了怡红院，意欲寻宝玉谈讲，宜解5卷。你也过于小心了。姑娘来了。这个屋里哪里还有苍蝇蚊子，还拿鹰肘子干什么？姑娘不知道，这屋里虽然没有苍蝇蚊子，谁知有一种小虫子，人也看不见，只睡着了，咬一口就像被蚂蚁夹的。怨不得这屋子后头又靠近水，又都是香花，这种虫子都是花心里长的，闻香就扑。哎呀，好鲜亮的活计，这是谁的？也值得费这么大功夫。这么大了还戴这个？他原是不戴的，所以特地做好看了，让他看见了，由不得不戴。如今天气热了，睡觉都不留神，哄他戴上这个，纵便夜里盖不严些，也就不怕了。也亏你耐烦，